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环境法建立开始所依循的一套治理逻辑。后来我们把它称为这叫做 command and control， 也就是所谓的命令控制式的管制。这一套管制方式在当时的背景，所以会生成，那是有一定原因的。那我也许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它的原因，用所谓汽车这件事情的发展来说它的原因。大家了解，美国早期3大汽车工厂 GM、Chrysler、Ford， 那在美国叱咤风云，主宰了整个工业发展啊，还有当然这牵涉到非常重要的民生的这个运用。但是当时环境问题的出发点时常表现在空气污染这方面，所以怎么样要求汽车业者能够强化污染控制的技术，而且在实际的运用上，以及一般民众的骑乘上，最后能够降低空气污染，一直是一个重点。但是怎么样能够要求大家降低空气污染呢？当时法律制度采行了一个叫做 BAT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当紧张的关系。法律上明白规定，企业应该用最佳可行的技术来做污染防治，所以只要技术走到哪里，政府就要求到哪里。那大家想一想，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汽车工厂要追寻的是他们最佳的销售利益跟制造利益，而我如果污染的防治的技术越来越高的话，政府要求就越来越高。所以企业要不要投资在污染防治技术上？其实也许还是会投资，但是吉林他有技术的时候，会说我不告诉你，我不让你知道我现在技术已经到这里了，因为我如果让你知道我技术到这里，政府机关就会要求说，我要求你做到这里，所以时常会想要怎么样装笨。我还不行哦，我还没有办法控制技术到那个程度，所以污染现在我只能做到这样。所以时常政府机关跟企业之间时常处于一种相互斗法的那样的一个局面。我说你真的只能做到这里吗？我就只能做到这里。你必须提升啊，因为现在空气问题还是很严重。那如果汽车制造业不把你的技术提升的话，一般消费者当然开着车子当然就造成太多的污染。结果就在一个这样抗衡的过程当中，猫捉老鼠的这个过程当中，日本的车厂进来了 ，Toyota、Nissan 的车子进来呢，那说你们不能做到，那我能做得到啊，所以技术可以啊，就这样就做啊。结果人家做到了，所以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去操控、可以去解释的，而也变成是政府跟所谓的污染者之间在做那种法律的抗争的时候的一个抗争阀门，就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车子，如果在美国，我们看到 Tesla 卖得这么好，车子的技术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改变，所以污染的问题也做了相当多的改变。
当然，另外从油品的角度来看，也许做了相当多的进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个人类对于空气污染、对污染控制的整套历史，其实当然跟工业文明有关。那除了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包括石化业的发展、化工业的发展，许多重要的这个发展路径里面都有空气污染，包括水泥，包括很多都有这个空气污染的影子以外，汽车工业是当中一项很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今天对环境法的内涵，如果我们讲说它是 command and control 的话，那它今天的形貌，其实跟我们对于汽车的一种空气污染的这个管制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也是一个典型的写照。那我们就来了解什么叫做命令控制式的这个环境管制，也就是传统的污染防治的方法。第一个，那就是我要设一个机关来管你。所以本来是没有什么环保机关的，开始有 EPA 了，那我设立机关，让机关来设立标准，我标准设立起来，像 BAT 就是一种标准。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就是一种标准，我没有讲多少 ppm， 我没有讲多少，但是我讲的是就是最佳的这个标准，最佳可行的标准。那有时候会讲 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就是 BACT， 但是简称的话 BAT 这样的一个观念，设立标准，然后再设立禁止行为。如果你没有合乎这些标准，或者是某一些原料，我就禁止你使用。然后另外就是要求你行为义务，你必须做什么，你必须配合做哪些事情。那你如果没有做到，制裁，法律上制裁，派员，甚至于去查扣、查封。那比如说我们的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0条第1项就写说，公司场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气污染物，应符合排放标准，大部分都是那种硬性的规定，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们说 command and control 就是这个意思。他设定的标准了，设定一些禁止行为了，然后就告诉你，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如果做什么一定要怎么样。那你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话，我就罚你。所以这叫做命令控制式的，就是 command and control。这个 C and C 的2个 C 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那当然，在60年代、70年代，不管是欧洲、美国、日本，面临了2次大战之后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那就造成了很多的污染。但是当时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污染的问题呢？其实不一定很有头绪。事实上，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管制的技术跟管制的方法，在当时都还在起步的阶段。所以当时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你必须面对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许多地方甚至衍生出重大事件出来了。日本的4大公害事件那样发生，多少人受害那样，突然大家恐慌，有很多毒性化学物质被废弃在海滩上，那很不晓多少人可能会受影响，油污，水鸟、野生生物损害，然后那种画面，就认为说好像是很糟糕。再加上，比如说 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那一本书描述出我们滥用一些这个杀虫剂对于我们的大自然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当时要面对这种民意，往往行政机关那包括政府部门，他必须做点事，他 do something。所以你如果完全没做事情，那可能通不过这个考验，你再来可能会失去你的政权。所以 do something， 那不管做的事情有没有效，先做再说。所以我们时常看到不管是在这个州里面的州长或者是各地的检察长，那时常表现出来，面对媒体强烈的说，我要对污染者宣战，而且我要把他关起来。
啊，我们要用定最严格的法律来推动我们的环境，来跟人民交代，表现出来的是啊很大的决心，很强硬啊，臂膀很强硬，讲话语气很有决心，然后让人民知道说我是很面对这个问题的，因为污染问题变成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也不知道能够真正能做什么，所以就是 do something 呼口号。一方面在法律上主张环境权，宪法上的环境权；另外一方面在管制上强调，我要定最严格的标准。美国的 Clean Air Act 好几次都用根本做不到的标准做标准。好，那事实上最后就不断延期，因为做不到。那但是强而有力的竞争，说我要提出最严格的环保标准的草案，政党之间的竞争，政治人物想要选总统的，也在这个议题上表态。比如说尼克森跟穆斯基参议员 Muskie 跟尼克森 Richard Nixon 两个之间，在空气污染防治法，其实在美国叫做 Clean Air Act 的竞争是最典型的例子，互相校正，互相严，更严，严到最后定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做不到。这叫做 do something philosophy， 越喊越严格，但是最后不一定实际上是可行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措施，最能够跟既有的法律衔接。刑法上本来就有刑罚刑法说最严格的刑法事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法院也很熟悉这一套。法院对于罪与罚，对于制裁，对于什么，这个法院也很熟悉。所以法院并没有做太多利益衡量的状况之下，也很愿意去配合，很愿意去配合，该判刑的判刑，该怎么样的怎么样。那许多律师在为当事人辩护，也很熟悉那一种跟政府机关反正打来打去，互相抗争。你要来侦查的时候，我就把门关起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搜索票？你有没有 due process？ 有没有怎样？然后就打这个诉讼战，打来打去，环境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诉讼案件一大堆。这就是早期 command and control 的问题。许多环保标准定出来之后，就开始诉讼，然后往往环保标准没办法运用，最后环境的管制确实是比较糟，但是呢，社会付出很多的成本。所以当时的企业虽然环境不见得做得很好，但是为了处理环境问题，他们所投出的成本其实也是蛮高的。那以至于大家就开始怪罪环保，怪罪污染防治。那这种情形在雷根上台的前夕，80年代雷根上台的前夕呢，是最明显，所以雷根才提出了所谓管制疏解 （regulatory relief）， 管制疏解。但是同时也促成了许多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公共政策学者以及一些实务家开始对环境管制产生怀疑，然后慢慢的才有对于所谓 command and control 有那种比较负面的那种说法出来。那最早说出这样一个观念的，把 command and control 说成是苏维埃式的集中计划，这是有2个非常有名的公法学者，一个是耶鲁大学的 Bruce Ackerman， 一个是当时还在哈佛大学的 Richard Stewart， 2位大师合写的一篇文章，把那个时候的环境管制说成这是一个政府机关强而有力、严格控管，但是最后没有什么效果的那种苏维埃式的集中计划 （Soviet style central planning） 的这个 system。那这个指控非常的引起大家注意，因为在这个环境的管理的过程当中，政府要掌握每个细节。而且他只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主张，他就必须去找证据，然后企业就攻防，所以就非常抗争型 （adversarial）， 互相之间抗争，
法院时常在过程当中必须来中间来解决。那政府尤其是采取许可制，全面掌控污染源数量跟污染情形，但是企业所提出来的资料究竟正不正确，政府要花很多力气才能去 verify。标准的定定，各种都很枝节，细节的一塌糊涂，行政机关疲于奔命，但是往往也不能够掌握到实际，所以市场机能没有在发挥作用。他把政府弄得很万能，但是政府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细节，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不止政府过度干预，而且制造了管制者跟被管制者、业者跟环保机关的过度的对立，而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而尤其是法律上时常为了明白的宣示政府有要做事，所以做了很多的授权政府机关做了很多，甚至于很多地方甚至于刑罚运用。但是刑罚适不适合用来作为环境管制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并没有被深层的考虑，以至于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花很多资源，花很多力气，但是呢，环境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效果不好。所以就开始有一些反省。反省的重点在于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对立？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有一些标准是不是无法操作，或是很难操作，或是违反人性？像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 这样，什么是 Best Available？ 到最后变成大家不敢说自己很厉害。那管制成本越来越升高，但是效能越来越低，所以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影响国家的竞争力。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以至于累积出许许多多的这个量能要来管制，尤其是这个所谓 cost blind 无视成本，污染防治究竟要不要考虑成本？我们谈到经济诱因的时候，会详细跟大家来讨论污染防治本身有损害的观念，也有成本的观念。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就是许多程序上的成本，那更不用说，法律的成本、诉讼的成本、参与的成本，好多这种成本也都是相当的高。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它是 command and control，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不因材施教，不会因为不同的企业而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一视同仁。所以被管制者常常没有动机要进行更多的减量，往往没有动机，也就是说市场机能不发挥作用。那个厉害的人可以一下子就把污染减很多的人，心里想：我干嘛减？我现在已经合乎标准了，我就不把剩下的减掉。那明明它很简单就可以减掉，那他没有动机，因为大家只求不被罚，而不是真正为环境做什么事情，然后也不会得到表扬，那也不会自己得利。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没有效率。所以命令控制就面临了被要求去管制，甚至不是只有单纯去管制而已，把管制去掉而已，而且要重新来思考。重新来思考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要只仰赖法律，只仰赖硬性的法律要求。我们政府部门要把工作做好，除了仰赖法律以外，还要仰赖市场。如果你让市场去发挥作用，市场自然会做资源的调节，那政府甚至于不用去收集资讯，因为市场自然会产生资讯，然后让消费者做理性的抉择。有时候甚至于不必特别用法律规定，有一些用结构的管制就可以了。你在那个过程当中，把一些民间的力量引进来，让民间有一些角色，产生了一个管制的结构，那样子也能够把事情做好，未必什么事情都靠政府的命令。
那未来命令控制的部分呢，那随着这个经济诱因还有协商这方面的运作，它开始软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命令控制不见了，命令控制还是很坚强的，成为环境法还有环境管制里面的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的环境法律里面，甚至于其他国家环境法律，绝大部分还是命令控制。所以我们还是有标准，还是有政府机关，还是有处罚，但是它的内涵已经被经济诱因跟协商已经被软化了。那命令控制的这个效率化也是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不过当然有人一直在想说，对于很晚之后才引进环境法的国家，就比如说台湾或者是一些发展比较慢的国家，最近才开始有环境法了。那相对于很早以前就已经有环境法了，很久有环境法，像欧洲、美国、日本那样，那是不是比较晚有环境法的国家，就不要经过 command and control， 就直接经济诱因就好了，开始用收费的制度就好了，那不要那么强势的那个。我的判断是不可以走这个捷径，因为 command and control 虽然没效率，但是它对建立环境意识而言有它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在从一个崇尚硬体建设、崇尚开发而没有环境观念的时代，如果你设定一些比较清楚的准则，设定一些比较清楚的标准，在那过程当中，虽然那个标准本身不够精细，实行起来也会没效率，但是经过这样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改变。台湾也是这样，虽然比较晚，但是也经过了 command and control。那只是台湾比较快的会加入很多其他协商跟经济诱因这些制度进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说，因为 command and control 没有效率不好，那我们就说，那直接就来进入改革环境主义的这些内容。事实上，这样也会顾此失彼。所以还是得建立在 command and control 这样大结构之下，但是不断的引进新的方式来让 command and control 更合理、更贴近实际的需求。